长期喝白开水对比长期喝茶的人，谁的身体更健康？看完就明白了，水与茶，日常生活中最平凡的两种饮品，却承载着人类健康的深远密码。从孩提时喝的白开水，到饭桌上亲友递来的茶盏，它们已经融入我们的文化与生活方式。然而，在饮食结构日趋多样化的今天，围绕白开水与茶的健康之争从未停止。到底是清澈无味的白开水更养人，还是蕴藏自然精华的茶更胜一筹？这不仅是一场习惯的较量，更是一场健康的深度对话。根据柳叶刀2021年一项涵盖全球30万人的长期饮水习惯研究显示，饮水的质量与方式显著影响了心血管疾病、代谢功能以及整体寿命。与此同时，中国茶文化已有千年历史，《本草纲目》中就记载，茶90令人寿，去逆消食，一丝少睡。那么，从科学角度看，这两者对人体健康的深远影响究竟如何？一、白开水，生命之源的最纯净形态水，是维持生命不可或缺的要素。从生理学的视角分析，人体重量的60%至70%由水构成，它在体内扮演着运输养分、调节身体温度、润滑骨关节以及帮助排出废物等多重关键角色。对于中国人来说，白开水更因其经济、安全、无添加的特性，成为了健康饮水的代名词。长期饮用白开水有何独特优势？首先，它能最大程度避免过多摄入添加物。相比市面上的功能性饮品或碳酸饮料，白开水零糖、零热量、无色素，减少了代谢负担，尤其适合三高人群。其次，从消化系统的角度看，白开水温和的性质能够保护胃黏膜。以胃肠道健康为例，白开水适度加热至40到60度的温度时，可以提升胃肠道血液循环，加速排除毒素。然而，白开水并非万能，长期只饮白开水可能导致单一化饮水的隐患，缺乏额外的抗氧化物质或矿物质补充，尤其在饮食不均衡时，更可能增加营养失衡的风险。茶，超越液体的天然药剂，与白开水相比，茶的化学复杂性与健康益处更加广泛。从绿茶、红茶到乌龙茶，每一种茶都包含丰富的多酚类物质，尤其是儿茶素 catechins， 它们作为强效抗氧化剂，能有效清除自由基，从而减缓细胞老化。在癌症与心血管疾病的预防研究范畴内，此点已获广泛证实。更具体的说，不同茶类在健康领域各有所长。绿茶 egg 表酶实子儿茶素酶实子酸酯含量丰富，与胆固醇水平降低和血糖代谢改善有着紧密联系。红茶，其中的茶黄素能够增强血管弹性，改善血流循环，有助于预防动脉硬化。乌龙茶，它能有效调节脂肪代谢，帮助肥胖人群控制体重，达到减重目的。茶也带来了独特的心理效益。《黄帝内经》中提到，味之美者，养心怡神。茶中含有的咖啡因与茶氨酸可以在短期内提高专注力，并在长时间饮用后减少焦虑感。虽然茶对健康有益，但并非适合所有人。喝太多茶可能会导致胃酸过多、骨头变脆等问题。比如，茶里的单宁酸会妨碍身体吸收铁质，这对想要怀孕的女性或者贫血的人来说更不好。并且，浓茶含有颇高的咖啡因，过量饮用可能会导致心跳加速，难以入眠。二、白开水和茶水如何选择？一个健康的成年人，人体中水的分量大约占了60%，一个健康的儿童，身体内的水分比重相对更高，有大约80%左右。若某人长时间不摄入食物，只依靠自身存储的各种营养和能量，维持身体生命活动的不断消耗，生存时长大约在7天左右。若一个人长时间不喝水，只需经过3天左右，就差不多要面临生死的抉择。水在人体内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，若人体失水量超过10%，就会对自身健康造成严重损伤。若人体失水量超过20%，则会出现生命安全的威胁。因此，注意补水十分关键。当前生活条件方面与以前相比，得到了明显的改善，有多样化的方式能够做到水分的补充。例如，大多数上了年纪的人喜欢在空闲时间喝茶，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对各种碳酸饮料更加喜爱。事实上，在日常接触的各类饮品中，普适性程度讲，
最健康的非白开水莫属。长期喝茶，通过浸泡茶叶可以制成茶水，是一种天然食材，无需化学加工处理，也没有其他产物添加。喝茶后能够促进人体排尿，起到一定的利尿效果。当出现水肿问题时，能够有效减轻症状。喝茶的注意事项：一、避免多次冲泡茶叶。茶水的冲泡次数有一定限制，大多数茶叶在经过3-4次左右的冲泡后，其中的茶汁成分就会明显不足，要适时更换新茶叶。二、少喝浓茶，浓茶中的茶碱含量偏多，与其他茶水相比，有更强的刺激性，大量饮用容易引发失眠情况。三、不要喝太烫的茶，茶水饮用过程中如果温度太高，容易出现烫伤现象，严重刺激胃部、食管、咽喉等组织器官。特别是一个人长期不注意茶水的温度，经常喝太烫的水，会提高出现局部病变的风险。国外研究发现，如果一个人长期喝茶时水温在62摄氏度以上，会一定程度损伤胃壁黏膜，不可避免发生疾病问题。一般情况下，人在饮茶过程中应保持茶水温度不超过56摄氏度。四、空腹状态尽量别喝茶，在空腹时饮用茶水，会影响脾胃健康，同时也不利肺腑。四、饮水并非多多益善，别超过这个量。及时补充水分是保持健康的好习惯，但喝水也是有讲究的，不能无限制的饮水，应适可而止。错误的喝水方式可能会导致出现水中毒，又称稀释性低钠血症。浙江绍兴第2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张艳玲介绍，出现水中毒主要是因为补水过量，当人体所摄入水总量远远超过排出水量，人体平衡机制就会被打破，导致过多的水分在体内滞留稀释血液，从而出现稀释性低钠血症。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布鲁斯·戈登称，短时间内喝超过4L 水就可能会造成水中毒。水中毒轻症患者可能会出现腹胀、水肿、恶心、呕吐、头疼等表现，严重的甚至会出现意识模糊、痉挛、昏迷、脑水肿等，威胁生命健康。水中毒事件虽然很少发生，但不得不防，尤其是户外工作大量出汗或进行剧烈运动后，很多人口渴难耐，这时就需要多加注意，千万不要一次或短时间内快速大量饮水，小心水中毒。喝水是每个人每天都要做的事，也是简单好用的养生防病秘诀。只要掌握了正确的饮用方法，不论是茶水还是白开水，都是很健康的饮品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不管是喝茶还是白开水，都要小口慢饮，别喝太烫，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。五、谁更胜一筹？因人而异，因时而异，白开水与茶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健康效益。白开水纯净无负担，更适合解渴与基础代谢维持，茶则因其丰富的活性成分为人体提供额外的抗氧化保护。然而，两者并非单选题，而是应根据个人体质、饮用量与时间做出适合的平衡选择。举例来说，年轻人每日消耗大，需要额外补充抗氧化物质以应对快节奏生活，适量饮茶显然更为有利，而对于老年人或肠胃功能较弱者，白开水的温和特性则更为理想。另外，喝茶还得看季节，按照中医的说法，夏天喝绿茶可以清热解暑，冬天喝红茶能暖胃，这不仅仅是一种传统习俗，其实也很符合人体的自然需求。说到长期喝白开水和喝茶哪个对身体更好，其实没有绝对的答案，关键在于哪个更适合个人的身体状况，而不是简单的判定哪一个绝对好。真正的健康之道，并不在于单一饮品的选择，而在于饮水习惯是否符合自身需求，是否遵循自然规律。换句话说，白开水和茶如同阴阳两极，彼此独立又相辅相成。